重生后，我立马让司机开最贵的车来学校接我，只因绿茶兄弟为了和我的青梅在一起，不仅暗示同学们说我是全校唯一的贫困生，还假装他才是京圈少爷。于是，当他又一次在放学时找到我，说我要是没人接，可以坐他家的豪车回去时，一辆全球限量的劳斯莱斯停在了学校门口。在众人的惊叹声中，司机下了车，走到了我的面前，恭敬地开口：“少爷老爷让我来接您回家。”知道了，检车是我的。其他的几个男同学都愣住了，顾宇怎么会是顾宇？顾宇是什么身份啊？家里怎么可能开这么豪横的车？天浩，你和顾宇关系好，你知道顾宇家是什么情况吗？此刻韩天浩只觉得自己的半张脸火辣辣的疼，仿佛无形中被人狠狠打了一巴掌。全球限量款的劳斯莱斯，这要多少钱才能买得起啊？韩天浩暗暗攥紧了拳头。此时我已经上了车，从后视镜中我看到了韩天浩的老爸，不过有了我刚才这辆车做前菜，这辆完全不够看。司机见我一反常态，不由得开口：“少爷，您不是不喜欢太高调吗？我后悔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每天车接车送越高调越好，最好一天换一辆车。”听到我提出来的要求，司机很是高兴：“少爷您早该这么干了，我可是顾家的宝贝疙瘩，从小被顾家上下捧在手里怕碎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”我看向李叔：“今晚是不是有饭局？”“是啊，是关于您和叶小姐的婚事。”“挺好。”我清楚地记得前世在这场饭局上，爸妈是想要退婚的，可是叶雨嫣的母亲一心想要她嫁到我家来，叶雨嫣百般不情愿，却拗不过叶母的意愿。毕竟叶家已经快要不行了，如果没有顾家帮忙，叶家不出半年就会破产。前世我心软，不忍心看到暗恋的青梅一家落魄，所以一口答应了与叶雨嫣毕业结婚的事情。但是这辈子我可不会再这么愚蠢了。很快，车停在了四季饭店的门口，我下了车，一眼就看见了刚到门口的叶雨嫣。饭店外，叶雨嫣故意等了等我，见我走向她后，才冷冷地开口：“顾宇，我警告你，我不喜欢你，更不会和你结婚。”我也是。我的话一出口，让叶雨嫣皱起了眉头。从前我对她的那点小心思，她不是看不出来，傻子都知道我暗恋她。不过我没说，她也没打算戳破，反正她对我一点兴趣也没有。可这个时候我却说不喜欢她，不想和她结婚。叶雨嫣冷嗤了一声，只当是我被拒绝后自尊心在作怪。贵宾包间内，我父母都落了座，而叶家因为叶父早逝，所以只有叶母一个人坐镇。叶雨嫣和我刚走进包间，叶母便上前亲昵地拉住了我的手：“小雨，你看你几天不见，都瘦了又变帅气了。”我可记得叶母最是会算计，当初我娶了叶雨嫣，叶母就算计了我的财产。早在我和叶雨嫣结婚前，就已经筹备算计我和叶雨嫣的婚后财产。后来叶母更是靠着我带到叶家的钱安度晚年，后来还盛装出席了叶雨嫣和韩天浩的婚礼现场。看着叶母失快的表情，我抽回了手：“叶阿姨，我比上次可是胖了10斤呢。今天咱们大家还是聊正事吧。”见我冷淡的态度，叶母不免有些尴尬，一旁的叶雨嫣有些不满：“顾宇，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？我不过是实话实说。”“叶雨嫣，你急什么？”面对我的狡辩，叶雨嫣冷嗤了一声：“顾宇，收起你的少爷脾气，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们叶家，是我们叶家高攀，你要是不愿意娶她，可以直接说明白。”叶母生气地拍打着叶雨嫣的胳膊：“雨嫣，你这孩子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他们家现在家道中落，要是没有了顾家，光靠他们母女怎么将叶家发扬光大？”叶雨嫣丝毫不掩饰她不满的情绪：“妈，你别拦着我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”果然我父母七变了脸色。如果说刚才他们还保持着最基本的社交礼仪，但现在却是想笑也笑不出来了。原来叶雨嫣都是一直这么看自己儿子的，看来令爱也不想嫁我儿子，我看这婚事就作罢吧。顾大哥，这是雨嫣不懂事，你可别生气，我让雨嫣好好跟小雨道歉。况且小雨不也一直很喜欢雨嫣吗？这两个孩子一定是闹别扭了，小雨你说是不是？叶母着急地看向我，而我不过淡淡地开口：“阿姨您说错了，我和叶雨嫣从前一直都是青梅竹马的情分。刚才在门口的时候，叶雨嫣也已经跟我说过了，她说她不喜欢我，绝对不会嫁我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今天我来是想和您说清楚，我要和叶雨嫣退婚。”听到我所说的话，叶母怔然，叶雨嫣更是呆愣在了原地。从前我暗恋她，总是想尽办法要和她搭话，这些她全都知道，怎么可能会突然答应和她退婚？我父母也跟着傻眼了。我一向是个倔脾气，他们当初一直劝说我不要入赘到叶家，可是我就是不听，怎么今天我突然改变想法了？阿姨，饭我们就不吃了，以后我们两家还是少往来吧。说完我就站了起来，走到了父母的面前：“爸妈，咱们走。”看到自己的爸妈就坐在自己的对面，我有些红了眼眶。前世就是因为我的固执结果，害得我们顾家后来被叶雨嫣报复。说白了，叶雨嫣就是个白眼狼。前世我爸妈这么帮助叶家，可后来叶家一家独大，后叶雨嫣有了权势地位。第一个挤兑的就是顾氏，因为叶雨嫣自尊心强，而且内心狭隘，他心里一直觉得我爸妈当初让我娶她，是对他们叶家的羞辱，更是对他叶雨嫣的施舍。所以他得到权力后，就迫不及待地抹杀掉我们顾家，来洗刷他所谓的屈辱。这样的女人根本不配得到我们顾家的帮助。回到家吃饭时，我下定决心减肥，母亲也没说什么，默默地端着一盘菜走了进来。看着摆在面前的水煮青菜和虾仁，我一怔，母亲慈爱地开口：“再怎么减肥也不能不吃东西，以后我让阿姨给你做减肥食谱。”我的眼眶不自觉地湿润了。爸妈都在真好，经历了这一世，我总算是知道了亲情的可贵。前世
是我因为体胖而自卑，却完全忽视了爸妈给我的温暖，竟还将温暖寄托在了别人的身上。谢谢妈！我低着头大口大口地吃着青菜，我下定决心，3个月的时间，我一定要瘦下去。第2天我饿得晕头转向，当我上称的时候，发现自己一下子瘦了5斤。欣喜之余，我也知道这不过是掉的水分，减肥是件持之以恒的事情，我绝不能掉以轻心。学校内我每天豪车接送上下学，让其他的同学都看红了眼。我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，韩天浩递给了我一盒巧克力。哼。我小的时候虽然自卑，但是其实并不是特别胖，可后来却莫名其妙的胖起来。当时还以为是自己的压力过大导致，后来才察觉到了不对，因为我胖起来的时间和认识韩天浩时正好吻合。除了他用美食来引诱我之外，应该还用了一些药物促使我变胖。别跟我客气了，我也是看你减肥太辛苦了，所以吃一小块也没什么的。说着，他将巧克力直接塞在了我的手里，却没想到我突然喊了一声，连带着一盒巧克力也摔落在地。顿时在教室里传出了不小的动静。对正在上课的英语老师说几句后，他将巧克力收起来了。看着进口巧克力被英语老师没收，韩天浩的脸色不太好。没收东西是小，但是那巧克力里面放了东西。身侧我看着韩天浩的计谋没能得逞，便重新做了下去。英语老师一向喜欢贪小便宜，这盒巧克力这么昂贵，被没收后应该是都会进了英语老师的肚子。我倒是要看看事情败露后韩天浩要怎么收场。转眼到了课间，下课后韩天浩急急忙忙的就去办公室找英语老师承认了错误。韩天浩的巧克力是要不回来了。刚出办公室迎面，却撞上了叶雨嫣。叶雨嫣看着韩天浩失魂落魄的样子，便问：天浩，你去办公室干什么？韩天浩解释了原因。听到他提报我，叶雨嫣有些不耐了。你以后和顾宇也少往来。你忘了上次泳池的事情？你忘了你事后跟我说是顾宇把你拉下水的？他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，你没必要和这种人做朋友。见叶雨嫣维护自己，韩天浩的心里有些窃喜。想到这几天我一直都被豪车接送，韩天浩忍不住开口：行，我想问问顾宇家里情况很富裕吗？我看他现在每天上下学都换着车接送，应该挺有钱的吧？你们是青梅竹马吗？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他家里有没有钱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韩天浩从叶雨嫣的语气里听出了厌烦，他连忙开口：对不起，我就是随口一问。见韩天浩慌乱的神情，叶雨嫣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的态度太差了，她出声安慰：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你是担心我喜欢他，你可以放心，我喜欢的人是你在叶雨嫣身后的我。我刚刚从楼下爬楼上来，就看到了如此炸裂的一幕。韩天浩慌乱地推开了叶雨嫣：小雨，你别误会我，刚才只是……叶雨嫣听到我来了，她干脆直接靠在韩天浩怀里，没有什么误会，我们互相喜欢。她迫切地想要看我眼中流露出痛心后悔的表情，毕竟从前我一直暗恋他，像是跟屁虫一样的跟在他身后，更是为了他拼命减肥。他要让我知道，拒绝娶她会是我做过最后悔的事。就在叶雨嫣等着看我后悔表情的时候，我却面无表情地指着2个人，对着正好上楼巡视的教导主任。主任叶雨嫣和韩天浩早恋。看到迎面走来的教导主任，韩天浩几乎是立马推开了叶雨嫣。教导主任在看见韩天浩和叶雨嫣这2个好学生搂抱在一起之后，立刻表情严肃：你们2个跟我去办公室。叶雨嫣和韩天浩被教导主任带走，临走的时候，叶雨嫣还恶狠狠地看了一眼我。我对叶雨嫣刚才的幼稚行径不以为然，现在的叶雨嫣根本对我造成不了什么伤害。下课后，韩天浩垂头丧气回到了教室，其他的学生都围着韩天浩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可韩天浩只是怨愤地盯着我看。教室里，叶雨嫣怒气冲冲地跑了进来，上前拽住了我的手臂：你给我过来！叶雨嫣的力气很大，几乎是拖拽着我出去。正在我思考怎么第2次让叶雨嫣难堪，一只白皙的手臂却突然从我的眼前横过来，按住了叶雨嫣的手。放开！这声音好熟悉，好像是在我重生时听过。我见来的人是叶清冉，你也想为顾宇出头？叶雨嫣想要甩开叶清冉的手，但叶清冉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根本没有费多少力气，就让叶雨嫣无法挣脱。见自己竟然连叶清冉都甩不开，叶雨嫣的脸色阴沉，她余光瞥见了不远处坐在椅子上的韩天浩。叶雨嫣自然无法忍受在喜欢男人的面前这么窝囊。叶清冉没有设防，果然一个不稳，磕到了后面的书桌。我立刻冲着门外喊：老师，叶雨嫣打人了！顾宇，你给我闭嘴！叶雨嫣脸色难看，可一切都晚了。班主任听到声音过来，就看见叶清冉捂着小腹，脸色发白，而叶雨嫣还指着我的鼻子，一脸愤怒。班主任忍无可忍：叶雨嫣一天闹几次，你才够今天放学让你家长过来。很快，叶雨嫣被班主任带走。我转头看着脸色苍白的叶清冉：我送你去医务室。没等叶清冉答应，就将她抱了起来。叶清冉一怔，看着我的侧脸有些出神，很快就引起了周围同学的一阵哄闹。见其他的人哄闹，叶清冉皱了皱眉头，眼神阴冷，让班里的人不寒而栗，再也不敢发出哄闹声。叶清冉也不再要我抱了，牵着我的手腕朝着教室外面走去，盯着叶清冉牵着自己的那只手。我愣了愣，我明显看到了叶清冉微红的耳根，想到自己重生时好像被什么人从水里拉出来做了人工呼吸，我鬼使神差的开口：叶清冉那天在游泳馆给我做人工呼吸的人是你。话一出口，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叶清冉更是像触电般收回了他牵着我的那只手。抱歉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没说你是有意的，我是想谢谢你。叶清冉没说话，而是朝着医务室的方向走。医务室内，医生看了一眼叶清冉的伤口，没什么大事，擦点红花油就好了，1瓶80，直接交费就好。闻言，叶清冉抿了抿唇，不用了。他说完转身就离开了医务室。我连忙跟在了叶清冉的身后。叶清冉没有要等我的意思，我着急追过去的时候脚下一滑，眼见就要摔倒。叶清冉突然伸手稳住了我的手臂。你摔到哪里没有？
我摇了摇头，从口袋中掏出了一瓶红花油，将红花油塞在了叶清染的手里。我看你的伤不重，我最近经常涂这个，你可以试一试。不重，我最近经常涂这个，你可以试一试。看着手里的红花油，叶清染沉默了片刻。我清楚的知道，叶清染是个私生女，在叶家经常受到叶母和叶雨嫣的欺负。现在叶家困难，叶母更不可能给叶清染什么钱。叶清染将红花油重新推给了我，谢谢，不过不用。我考虑到了叶清染的自尊心，我这个红花油不是白给你的，有酬劳。听到有酬劳，叶清染停了下脚步。我知道你在叶家缺钱花，你又救了我，我打算跟你做个交易。什么交易？你也知道我在减肥，你帮助我减肥，我1个月给你500块，怎么样？闻言，叶清染皱眉，我没那么贵。当然了，要有效果我才会给你钱。我从口袋里摸出了几张红色钞票，连同红花油放在了叶清染的手里。这就是你这个礼拜的报酬和我顾宇对你的谢礼。每天午休和下午课间操的时候，你等着我。没等叶清染答应，上课铃声就已经响了。我拉着叶清染就要往班级里走，快走上课了。等到我回到 A 班的时候，发现老师还没有来，而我的课桌椅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推到了，书和书包里面的东西都散落了一地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的眸子沉了沉，而班级里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我窃笑。谁干的？我的话一出口，周围人都没有一个人应下。周凯趾高气昂的开口，这谁知道呢？周凯趾高气昂的开口，这谁知道呢？可能是风刮的吧。不过有些人告密就应该受到惩罚，看周凯的样子，我就知道一定是他干的，因为周凯一直都很舔韩天昊。我冷笑了一声，直接走上前，用力掀翻了周凯的桌子。周凯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。顾宇，你疯了吗？最后我一脚踹倒周凯的椅子，教室里一时间传来了周凯的喊声。我瞪了他一眼，给我闭嘴！我警告你们，如果不想一个个被请家长的话，就别碰我桌子里的东西。我顾宇不是好欺负的。韩天昊站了起来，一副站在道德最高点的样子。顾宇，你太过分了，大家都是同学，你怎么能这么欺负同学？你闭嘴！你自己早恋犯错，却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，让你的朋友替你出头。如果今天的事情我告到老师那里，他们就会因为你被记过，你就是这么当别人朋友的。韩天昊的脸色一下子难看了，我的一番道德绑架将他直接绑在了耻辱柱上。见韩天昊说不出话，周凯再一次站在他的面前维护。顾宇，你少胡说八道了，是我们看你不顺眼，跟天昊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是吗？那你就是承认你推倒了我的书桌。今天你能推倒了我的书桌，明天就敢对我造成人身伤害，我看我不仅要叫老师，我还要报警。听到我要报警，周凯的脸色一下子就白了。眼要报警，听到我要报警，周凯的脸色一下子就白了。眼见我要出去，他上前就拽住了我的手臂。顾宇，你给我站住！门外语文老师已经走了进来，正看见周凯拉扯着我，我故意泄力，周凯这一扯，便将我扯到了一旁倒地的书桌。语文老师看见我摔倒，连忙上前将我搀扶了起来。顾宇，你怎么样？我白着脸摇了摇头，老师我没事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教室里怎么乱成这样？周凯几个人站在一旁浑身僵硬，他们不敢说话，只能紧张地盯着我的回答。我看了一眼周凯几个人，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我们课间闹了点小误会，不过已经和解了，对吧？周凯听到我竟然没有告发他们，周凯几个人愣了愣，语文老师显然没相信，但是却还是将我搀扶了起来。闹小误会解决了就好，别让我知道是有人蓄意报复。说着，语文老师竟然看向了韩天昊。韩天昊和叶雨嫣早恋的事情早就已经在办公室里传开了，语文老师的这个眼神让韩天昊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课后韩天昊主动找到了要去跑步的我，他内疚地揽住了我的肩膀。小雨、周凯他们欺负你的时候，我劝他们了，但是我没劝住，对不起。刚才你没受伤吧？我冷冷地看着他，这和你没关系吗？说完我便要离开。韩天昊心慌地跑到了我的面前，小雨，我都已经认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我们心慌地跑到了我的面前，小雨，我都已经认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我们可是最好的朋友。我知道你是因为语言跟我表白你不高兴了，所以才和老师告密，可感情的事情没办法勉强啊。韩天昊的声音故意抬高了一些，让走廊周围的同学全都听到了。我看着周围人吃瓜的表情，不由得笑了。你说叶雨嫣啊，那是我不要了的，你喜欢就送你。撂下这句话，我便从韩天昊的身侧擦肩而过。他愣了一下，什么叫他不要的？此时叶雨嫣从办公室沉着脸走了出来，她被班主任罚站了1节课，而且还给她扣了学分。顾宇，叶雨嫣的一声低怒让我停下了脚步。只见叶雨嫣一把挽住韩天昊的胳膊，我回头看了一眼韩天昊，心中冷笑。前世叶雨嫣深爱韩天昊多年，不过是年少时没能得到罢了。所谓年少不得之物，终将困其一生。可一旦年少时得到了，未必会尽善尽美。尤其叶家即将破产，而韩天昊也不过只是司机的儿子，未来两人所要面临的，又岂只是韩天昊的谎言这么简单？他们的结局可想而知。我没有理会，转头离开。下午下了最后1节课，我就去 F 班门口等着叶清染，同时也看见了叶母怒气冲冲跑到学校的样子。办公室外围观了不少的人，即便是在 F 班门，叶母怒气冲冲跑到学校的样子。办公室外围观了不少的人，即便是在 F 班门前，我也听到了办公室内传出来的清脆巴掌声。叶母尖锐的声音钻到了众人的眼中。叶雨嫣，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，谁允许你早恋的？叶雨嫣现在是叶母唯一的希望了。如果叶雨嫣早恋影响了学业，叶家就真的完了。尤其这个时候，除了顾家这个节骨眼上，还有谁能帮他们叶家？此时叶清染清丽声音钻到了我的耳朵里。顾宇，我一回头就看见叶清染站在我面前。
走吧，我们去游泳馆。以你现在的体型，跑步减肥的效果一般，而且还会损伤膝盖，还是游泳更适合你。那你去我家吧，我家有泳池。我突然提出这个邀请，叶清冉愣了愣。放心，路费我出。我将50块钱塞在了叶清冉的手里。叶清冉看着手中的50块钱没说话，而是将钱塞给了我。钱我已经收过了，我答应帮你减肥，就不会额外收你的钱。见状，我也没有勉强。我们两人一前一后的走到了学校门口，一辆豪车赫然出现在叶清冉和我的面前。司机主动为叶清冉打开了车门，叶清冉有些拘谨的上了车，我紧随其后。看着叶清冉不安的神色，我笑着开口：“你别紧张，我爸妈很和善的，他们只是讨厌叶雨嫣而已。”叶清冉没说话，笑着开口：“你别紧张，我爸妈很和善的，他们只是讨厌叶雨嫣而已。”叶清冉没说话，很快车就开到了顾家别墅。我和叶清冉刚刚进家门，屋内的饭香就顺着走廊飘了出来。我出声提议：“先吃个饭吧，这样才有力气运动。”不用了。母亲的声音打断了叶清冉酝酿许久的拒绝。小雨，快换鞋吃饭了。等母亲走到玄关的时候，才看见了站在我身侧的叶清冉。清冉，父亲也从2楼下来了，见叶清冉和我一起回来，不免疑惑：儿子不是很讨厌叶家的人吗？怎么会和叶清源走得这么近？爸妈，叶清源来帮我减肥的，以后每天晚上多准备1副碗筷。我说的轻松家常，没给叶清冉拒绝的余地。父母对视了一眼，虽然说不喜欢叶家，但两个人还是客气的让叶清冉换鞋进门吃饭。客厅内桌子上摆着6菜1汤，我减肥只能够吃一些虾仁和西兰花。母亲看着叶清冉瘦弱的样子，心疼的给她多盛了些饭。慢慢吃，不够还有呢。谢谢郭阿姨。叶清冉将饭吃得干干净净，事后还默不作声的要去洗碗。我见状立刻放下了手里的筷子，对着厨房里的吴妈开口：“吴妈，洗碗。”吴妈上前将叶清冉手中的碗筷接下来。叶二小姐，您交给我就行。叶清冉张了张口，想说的话却没来得及说出来。我拉着叶清冉去了后院的泳池，看着和学校游泳馆一样大的水池，叶清冉也不免有些怔然。此时我换好泳衣走了出来，叶清冉将一份减肥计划表交给了我，这个给你。在课间，他已经就我的体质做了一份详细的计划表，我有些诧异，你这么快就做好这个了？我看着手里十分详细的减肥表，上面连我每天要吃什么，每天要喝多少水，运动多少都写了出来。叶清冉认真的开口：“减肥不能靠节食，你今天晚上吃的太少了，平常多吃一点黄瓜和小番茄，像是冬瓜、玉米这些都可以吃，不过每天不能吃饱，每晚前记得保持饥饿入睡。”我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，看着我不是很理解的样子，叶清冉沉默了片刻，再次开口：“我每天监督你，也不用你看得特别明白。”闻言我点了点头。角落，父母两个人探着脑袋，看着叶清冉在岸边监督我游泳，两个人全程几乎零交流。母亲有些疑惑：“怎么回事？真是来锻炼身体的。”父亲也摸不清头脑：“难道是咱们小燕移情别恋，不喜欢叶玉嫣了，喜欢上叶清冉了？”夫妻俩一唱一和，引起了我和叶清冉的注意。我在泳池里探出了个头：“爸妈，你们在干什么呢？”听见我的声音，父亲和母亲连忙从角落里面走了出来。我和你妈妈给你们准备了点水果，一会儿游泳游累了可以吃。是啊，你们要是觉得光游泳太枯燥了，那就去2楼的健身房，里面的器材可多了。父亲和母亲笑得尴尬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自己父母想多了。我从泳池里爬了出来，接过了老妈手里的水果。多谢老妈，你们快回去吧，别看了。我推攘着父母走开，随后我看向叶清冉：“我们继续啊。”我故作若无其事的继续游泳，实际有些羞愧。果然，我从水池里探出脑袋时，正对上了叶清冉深沉的眸子。我讪笑了2声：“吃水果，吃水果。”然后将头重新埋在了水里。叶清冉没说话，只是耳根红了红。一连7天，我和叶清冉一起放学回家，不过并没有什么人注意，因为学校同学所有的注意力全都在叶雨嫣和韩天浩的身上。那天叫家长之后，叶雨嫣为了韩天浩和家里闹翻，甚至扬言要放弃叶家的家产，差点没有将叶母气进医院。学校的老师也拿叶雨嫣和韩天浩也没有办法。这天刚到学校，突然有学生跑了进来，慌乱的喊：“不好了，出事了！”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第一时间想到了英语老师。已经过去了7天，问题应该已经显现出来了。显然其他的学生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不过为了看热闹，所有的人就一股脑的朝着教学楼跑去。办公室里传来了英语老师尖锐的声音：“王老师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！”班主任也很无奈，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能够先让同学将韩天浩叫过来。当韩天浩被叫到办公室的时候，英语老师厉锐的眼神立刻就扫向了他。韩天浩，你给我过来！他将韩天浩拉到了班主任的面前质问：“你到底在巧克力里面放了什么？”英语老师原本身材苗条，可短短1个礼拜的时间，身材已经是肉眼可见的走样。韩天浩惨白着脸：“我不知道，我没有。”看着韩天浩害怕的样子，班主任立刻偏袒：“刘老师，你自己吃胖了，怎么怪我的学生？我的学生还能下药害你不成？”我这几天减肥，除了每天吃那盒巧克力就是喝茶，1个礼拜怎么可能胖了15斤？我已经把巧克力拿去化验，检测结果显示里面被人为放了激素。韩天浩，你可真行啊！门外的同学倒吸了一口冷气：“怎么会？放激素也太可怕了吧！”天浩这么善良，怎么可能给英语老师下药呢？学生们是第一次听到这么劲爆的八卦，而班主任也因此黑了脸。他看着化验单上所写的结论，一把将韩天浩扯了过来：“韩天浩，这是真的吗？这是你干的？”韩天浩的脸色发白，没想到一盒巧克力竟然会将事态发展的这么严重。
竟然会将事态发展的这么严重。不是我没有。你还想狡辩？你小年纪就知道下药害人，长大了还得了？给我打电话喊你爸妈过来，这件事情必须要有个说法。英语老师拉扯着韩天浩到电话旁，就在此时，叶雨嫣站了出来。巧克力里的药是我放的，跟韩天浩没关系。任谁都看得出来，叶雨嫣是为了韩天浩顶罪的。叶雨嫣上前一把将韩天浩拉了过来。药是我下的，要找家长找我的。下午，叶雨嫣就被找了家长。叶母听说自己的女儿为韩天浩犯的错误买单，当下对韩天浩的印象又差了几分。但是事情并没有就这么结束，英语老师执意报警，并且要给叶雨嫣处分。在叶母的再三恳求之下，不仅赔了20万，而且还给叶雨嫣记了一个大过。这天我的心情大好，就连运动也劲头也更大了。重生后10多天的时间，我就已经瘦了20斤。不过越往后减肥就会越困难，但总算是有了一个好的开始。眼见临近期末，A 班所有的学生都在努力学习，每天除了刷题之外，就是埋头背书。图书馆内我埋头苦读，突然对面的椅子被人踹了一下，我皱了皱眉头，抬头去看的时候，果然看到了叶雨嫣。我很是不耐烦，你想干嘛？上次巧克力的事情是你干的吧？你凭什么说是我干的？那巧克力除了天浩碰过就是你碰过，你还说不是你？那你怎么不怀疑韩天浩，而是怀疑我？叶雨嫣一脸不屑。天浩善良，反倒是你故意。我从前怎么没有发现你这么恶毒？我合上了书，一副无所谓的淡然模样。你要真的有脑子，就自己去调查，查到证据确定是我做的，你大可以告发我。但是如果你没证据，就别在我的面前充当护草使者，简直愚蠢至极。叶雨嫣被我的话刺激到，她顿时拍案而起，做事就要对我出手。下一秒，叶雨嫣的手臂被人按住。这里是图书馆，不是你能随便撒野的地方。你算是什么东西？滚开！叶雨嫣想要甩开叶清然，尝试了好几次都没能甩开。图书管理员的职责就是维护图书馆的秩序，需要我按响警报器吗？叶雨嫣看了一眼叶清然，又看了一眼我。怎么，你们两个竟然在一起了？故意！你以前死皮赖脸的追我，现在又转头和叶清染在一起。叶雨嫣的话音刚落，我怕事情闹大，立刻站了起来。叶清染，别动！我怕事情闹大，立刻站了起来。叶清染，别动手！在听到我开口之后，叶清染恢复了冷静，他冷冷地看着地上的叶雨嫣。管好你的嘴，如果还有下一次，我一定撕烂它。叶雨嫣没想到叶清染敢对她动手，一时间怒火中烧。就在叶雨嫣要继续动手的时候，我挡在了叶清染的面前。叶雨嫣，你骂人在先，挨打是你活该。如果你再还手，就是你理屈。难道你还想再被记过吗？记过就记过，我还在乎这个？你别忘了，你再记过一次就要被学校开除了。你走了，韩天浩怎么办？听到韩天浩的名字，叶雨嫣原本还冲动的那只手瞬间停了下来。我知道自己拿捏到了叶雨嫣的短处，便拉着叶清染的手臂，走，帮我换个地方学习。这一次叶雨嫣没有上前，我见叶雨嫣走了，这才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。晦气，真是晦气。我去工作了。叶清染的语气淡淡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叶清染有点不高兴。我上前安慰，刚才叶雨嫣就是胡说八道的，她自己内心阴暗，你别往心里我去。习惯了。你是图书管理员？怎么之前没有听你说过？你没问。叶清然摆放着图书，我便跟在了后面。你学习成绩这么好，本来应该在 A 班的之前，为什么打架？忘了。叶清然一副不愿意多说的样子，我在一旁讪讪的笑了笑，才不至于让一副不愿意多说的样子。我在一旁讪讪的笑了笑，才不至于让两个人的气氛太僵硬。看着叶清然辛苦摆弄图书的样子，联想到叶清然在叶家的生活艰难，我想了想，然后开口：叶清然，我知道你学习好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？说。我需要有人帮我补习功课，你能不能以后每天晚上帮我补习功课？我另外给你算钱，一节课100，怎么样？叶清然抬眸看向我，你每次考试的学习成绩都在年级前10，没必要补习。我最近懈怠了，刷题的刷得一塌糊涂，别说是年级前10了，前100我都进不去。你放心，只要这一次期末考过了，我就给你1000块钱的酬劳，你就帮帮我吧。看我不像是说谎。叶清然犹豫了片刻，我继续开口：你要是麻烦的话，以后周6日帮我补习也行。知道了。见叶清然答应，我的脸上顿时划过欣喜之色。一言为定。有叶青云这个学霸帮忙，下次期末考一定稳了。就在我打算继续回去埋头苦读的时候，叶清然突然剧烈的咳嗽了起来，我才注意到叶清然的脸色不太好，因为剧烈的咳嗽，脸上和脖子都有些泛红。叶清墨，我打算伸手摸一摸叶清然的额头，但却被他条件反射的打掉了。不用。另外一个图书管理员着急的跑了过来。叶清然，我让你好好在那边等我给你拿药，你乱跑什么？拿药？叶清然怎么了？叶清然，我让你好好在那边等我给你拿药，你乱跑什么？拿药？叶清然怎么了？还能怎么了？发烧了呗。叶雨瑶那个妈也真是狠毒，叶清染不就是这几天回家晚了几个小时吗？竟然把人关在屋外一整夜，一连几天不发烧才怪。程蕊，叶清染突然的一声呵斥，让程蕊乖乖闭上了嘴巴。我愣住。这段时间叶清染为了帮自己减肥，每次都是忙到8、9点才回家。顾家和叶家相隔2公里，他每次都执意自己回去，不让顾家的车送他。没想到叶母竟然这么狠心，竟然连家门都不让叶清染进。故意啊，故意！你可真是傻，怎么没考虑到这一层？我这不是说的大实话吗？你生什么气啊？程蕊一边把药给叶清染，一边视线在叶清染和我之间徘徊，察觉到我们两人之间的气氛有异样。那个，我去给你拿水啊，你们慢慢聊。程蕊说完这句话便跑开了，看着叶清染苍白的脸，我一脸担忧。叶阿姨这么对你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这和你没关系。怎么可能没关系？要不是因为我留你帮我减肥，你就不会被叶阿姨赶出家门。这是我自愿的。
而且你给了酬劳。总之我的事情跟你无关，也不需要你来管。说完，他便转头离开。看着叶清染的背影，我心里涌上了内疚。我自以为花钱让叶青言帮自己减肥，不仅能和叶青言搞好关系，还帮他改善生活，却以为花钱让叶青言帮自己减肥，不仅能和叶青言搞好关系，还帮他改善生活，却没想到这是给他添了更多的麻烦。傍晚，我回到家中，看到只有我一个人回来，准备了5副碗筷的母亲愣了愣。小雨，怎么就只有你一个人？清染呢？他生病了。生病了？怎么回事？是不是陪你练得太累了？这几天他一直帮我补习，回去的很晚，叶阿姨就把他关在门外，所以他就发烧了。我的话说完，父亲也从客厅走了出来。爸妈，我想请你们帮我个忙。闻言，父母对视了一眼，天色暗了下去。叶清染拖着沉重的身体走到了叶家的门口，正好撞上了坐在豪车里的叶雨嫣和叶母。叶母显然是刚带叶雨嫣从医院回来，叶雨嫣的脸上还清晰可见白天的伤口。妈，就是叶青言打的我。叶母瞪了一眼叶清染，好你个叶青言，我好心好意的养你，倒打我女儿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简直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！我今天叶母一边说，一边上前掐叶清染的胳膊。你打了我女儿，你还有脸回来？走，跟我去警局，这件事没我。叶清染的眉头微皱，她用力地甩开了叶母，却换来了叶母的一巴掌。反了你，还敢反抗？叶清染的侧脸被叶母的指甲划伤了脸，几道血痕清晰可见。此时，一道车灯打在了3个人的身上。只见我父母还有我从车上下来，随即又有2辆车停靠在一旁。顾家的保镖和律师都走了下来。叶母没见过这个阵仗，一时间不由得愣了愣神。顾大哥、大嫂，你们……母亲跑到了叶清染的面前，将她搀扶了起来。别喊我！看着叶清染脸上的血痕，母亲怒声开口：“叶夫人，你未免也太狠心了！”叶母笑不出来了。顾大哥、大嫂，是这孩子在学校里面便对雨嫣动手，我只是气急了，教训2下。母亲瞪了一眼叶母，只是气急了，教训2下。你之前把清染拒之门外，让这孩子在外面受冻1夜，也是气急了，教训2下。我看你不适合继续养清染，就把清染让给我们来养吧。什么？什么？没等叶母反应，律师便已经上前将手中的文件交给了叶母。叶夫人，你的所作所为已经触犯了法律，如果你不想我们起诉的话，我劝你还是乖乖把人交给我们的好。叶母一愣，妈，他们愿意养就给他们，还省了家里的一口饭。叶母看着面前的文件，却没有叶雨嫣那样无脑。这孩子给你们养了，我有什么好处？这毕竟是我老公在外面的种，我也不能平白无故的就让给你们了吧。我听着叶母说的话，不由得冷笑了一声。叶母就是这样，做事之前还不忘捞一笔。见父亲要开口，许诺给叶母好处。叶阿姨，你虐待叶清染这件事情要是在圈里传开了，对叶家对你只有坏处没有好处。我们这是在帮你，你反而向我们索要好处，好处我们可没有。不如就直接走法院程序吧。闹到了警局，以叶阿姨你的行径，怕是还会有牢狱之灾。到时候我们顾家一样能够领养叶清染。听到我的话，叶母的脸色白了几分。妈，签字吧，反正我也不想见到他。叶母也是这样想的，但一想到没能捞到好处就要白送人，她心里就不是滋味。看着叶母犹豫不决的样子，我便开口：“爸妈，别在这里当老好人了，咱们念及过去的情分帮帮他，是他自己不乐意，那咱们直接去警局就好，不用在这里浪费时间。”见我真的转头就要上车，叶母立刻慌了。签字，我签字！叶母连忙拿起笔，也没等看清楚文件上面的内容，便在文件上面签了字。不远处的我看到这一幕，微微勾起了唇角。把你们带走吧，不过千万别报警。母亲懒得理会对方，她扶着叶清染上了车。我见叶清染烧得厉害，刚才又挨了叶母一巴掌，现在人已经半昏厥了过去。我有些担忧。妈，叶清染烧得太厉害了，还是先送她去医院吧。对，去医院。小李，快开车去医院。小李，快开车去医院。深夜医院的病房内，母亲和父亲先去办了住院手续。我在叶清染的病床前守着。叶清染已经烧到了39度，被打的那一巴掌不轻，左脸不仅被打得红肿，而且还多出了3道血痕。医生简单处理过后，她的半张脸才算有所好转。叶清染迷迷糊糊间，她一把抓住了一只骨节分明的手，这只手清凉舒适，仿佛驱散了她体内的燥热。猛地，叶清染睁开了眼睛，我被她的突然惊醒吓了一跳。你醒了。见叶清染不说话，我伸手碰了碰她的额头，见还是发烫。你烧得厉害，现在正在医院，我爸妈刚去给你办了住院手续，明天一早咱们就能回家了。听到回家2个字，叶清染的眸子暗了暗。我继续说，回我家，你以后再也不用回叶家了。闻言，叶清染一怔，显然她现在烧得糊涂，意识根本还没有清醒。刚才在叶家门外发生的事情，她根本没印象了。此时我父母走进了病房，见叶清染醒来了，母亲便上前慈爱的开口：“清染，你好好在医院休息，明天一早我和你顾叔叔就接你回家。学校那边我已经请好假了，等你病好了再去上学。”叶清染的眼眶红了红。谢谢阿姨。没事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母亲摸了摸叶清染的头。爸妈，你们先回去吧，这里有我就行。明天一早我能顺路去上学。母亲看了一眼我，又看了一眼虚弱的叶清染，大概也觉得让叶清染一个人在病房不太好，便同意了。父亲有些担心，要不我叫个护工来陪你们？不用了，老爸，就1个晚上，明早记得让李叔来接我们。见我坚持，父亲也拗不过，只能同意了。等到父母离开，我便安抚着病床上的叶清染。早点休息吧，以后你不用辛苦打工，也不用等不到晚饭吃，更不会被赶出家门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就是你的家人。听着我温和的声音，叶清染的嘴唇抿了抿。
一夜安眠，晨起父亲早早的就让司机来接叶清染回家。市中心医院距离临城高中并不远，我干脆走路去了学校。好巧不巧的是，今天叶雨嫣让叶家的司机顺路一起接了韩天浩，两个人手牵手的一幕正好落在了我的眼里。我本来想装看不见，但韩天浩却主动开口：“小旭，你今天怎么走路上学啊？”韩天浩牵着叶雨嫣的手，像是故意炫耀。韩天浩牵着叶雨嫣的手，像是故意炫耀一样，走到了我的面前。小霍，我看你走路上学也挺累的，反正你住的应该也不远，以后雨嫣可以顺路一起接咱们上学啊。不用了，我家和叶雨嫣家不顺路。我懒得理会两个人，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却被叶雨嫣叫住。顾宇，天浩是好心，你什么态度？他好心，但我不接受他的好意，行了吗？我直接从两个人的身侧走过，韩天浩委屈的声音响起：“我也只是好心，小鱼是不是误解我了？我还是去和他解释清楚吧。”不需要和任何人解释。天浩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听着叶雨嫣和韩天浩的对话，我只觉得恶心到了极点。最后我停下了脚步，重新走到了两个人的面前。在众人的目光之下，我拿出了书包里的水瓶，将水瓶里的水直接泼向了韩天浩。叶雨嫣见韩天浩被欺负，立刻愤怒开口：“顾宇，你干什么？”现在你不用愧疚了。说完，我转头就走。叶雨嫣本想要动手，但校门口的保安恰巧走了出来。我在校门口的保安恰巧走了出来。我在校门口向韩天浩泼水，一下子就成了学校里的热门话题，连班级里的同学看我的眼神也多了几分异样。距离期末只有3天了，午休时班级里的气氛十分紧张。叶清染自从来到顾家之后，精神状态变得很好，连月考的学习成绩也出奇的出色。从前，叶清染虽然已经是年级前5，可现在却稳坐在了第1的位置。我在叶清染的帮助之下，成绩也稳定在了年级前10。班级里对叶家的议论声不断，叶家快要破产的消息总算是瞒不住了。你们听说了吗？叶家快要破产了！你胡说的吧？叶家怎么可能会破产？叶家可是咱们临城的大户呢！真的，我听我爸说，自从叶雨嫣的老爸死之前欠了不少的外债，叶家更是经营困难。其实早就没什么钱了。此时，韩天浩正走到了班级里，见韩天浩走进了教室，周凯立刻上前八卦：“天浩，叶小姐家里快要破产了，你知道吗？”“破产？叶小姐家里快要破产了，你知道吗？”“破产？别闹了！雨嫣刚带我去车行看车，说明年我成年，她要送我一辆奔驰。要是快破产的话，能随便送我车吗？”“我说嘛，叶家这么大的家业，怎么可能会破产？”很快啊，周围的人又露出了羡慕的目光，看着韩天浩。一听说叶雨嫣要给韩天浩买车，于是纷纷凑了上去。我觉得耳根子不清净，所以拿起了刷题的卷子就出了班级的门。顾影最近一直车接车送，也不知道哪来这么多的钱换这么多的豪车。他不是贫困生吗？难不成家里其实特别有钱？做到哟！不会吧？他要不是贫困生，那咱们年级那个贫困生是谁？听见其他的人议论，韩天浩生怕大家怀疑到他的身上，他故作镇定的开口：“我听说顾意的爸爸是哪个豪门的司机。最近他爸爸的老板出差了，所以他才能有豪车接送。”原来是这样啊！我说顾意以前都是走路上学，怎么突然就有豪车接送了？原来是他爸爸用老板的车来接女儿。切，我还以为顾意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，原来都是装的。看着其他的同学对我嗤之以鼻的样子，韩天浩有些心慌。我不能让人知道嗤之以鼻的样子。韩天浩有些心慌，我不能让人知道自己才是高2年级唯一的贫困生，不然我在学校苦心经营的一切形象就都没有了。楼层的阅读角内，我认真的刷题，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瓶牛奶。我抬头一看，才发现来的人是叶清染。葛阿姨让我给你的。我也很自然地接过了牛奶。我妈什么时候给你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自从叶清染来了我家之后，每天都是和我一起上下学。我分明记得今天我和叶清染一起出的家门。老妈怎么可能让叶清染给自己牛奶？很快我就猜到这是叶清染攒钱买的。我中午没吃饭，此刻肚子里早就饿得咕咕叫。我有些为难地看着这瓶牛奶。我减肥呢，中午喝牛奶不太好吧？脱脂牛奶可以喝。闻言，我迫不及待地将吸管插进了牛奶瓶里。那甜滋滋的奶香口感让我十分满足。叶清源，你的成绩这么好，为什么之前去了 F 班？你要是在 A 班的话，咱们就可以天天课间都在一起学习了。叶清染沉默了片刻才开口：“你希望我去 A 班？”我一边喝着牛奶，一边点了点头。那当然。叶清染没说话，我见他不说话，以为他不想回到 A 班面对叶雨嫣。我就是随便说说，你要是不想回到 A 班就不回。我尽量。闻言我就是随便说说，你要是不想回到 A 班就不回。我尽量。闻言我一怔，我尽量想办法回 A 班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午休结束的铃声就响了起来。叶清染将我面前的书收拾好，笑着开口：“上课了，先回去刷题吧。”我点了点头。等到回到班级的时候，又看见韩天浩和其他的同学炫耀叶雨嫣给他买了什么昂贵的礼物。当韩天浩的视线落在我身上的时候，眼中划过一丝明显的挑衅。我没理会，韩天浩现在有多得意，将来就会有多后悔。平常看不出什么，但是等到期末考试的时候，韩天浩就会意识到他落下了多少的课业。转眼到了3天后的期末，根据上次的月考成绩，我和叶清染、叶雨嫣
还有韩天浩分配到了一个考场，这次考试会比之前的月考难一些。我做的游刃有余，提前20分钟就已经完成了答卷，而韩天浩就没有这么好的状态了。考试过后，我看见韩天浩的脸色都白了。之前韩天浩是班草，学习成绩也优越，所以周围的同学都愿意和韩天浩当朋友。此时大家和往常一样，拿自己的答案和韩天浩来对题。如果是平常，大家和往常一样，拿自己的答案和韩天浩来对题。如果是平常，韩天浩会耐心的和大家对答案，但是这次韩天浩却早早的起身。我不太舒服，我去个洗手间。见韩天浩不舒服，叶语嫣便紧张的上前询问他的情况。我看到韩天浩的样子，知道自己猜对了。这一次的期末考试，韩天浩怕是考得并不理想。3天后，期末的考试成绩公布，叶清冉直接冲到了年级第1。我在叶清冉的辅导之下，也考到了年级第3。而原本排名靠前的韩天浩，却一下子掉到了年级50开外，连同叶语嫣的排名也倒退到了年级20。讲台上，班主任的视线落在了韩天浩的身上，语气也冷了几分。韩天浩，中午走之前叫你家长过来一趟。闻言，韩天浩的脸色一白。老师，我爸平时很忙，可能没有时间过来。那你妈妈呢？见班主任提到自己的妈妈，韩天浩的脸色更不好看了。看着韩天浩不说话，别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但是我知道韩父和韩天浩的母亲早就离婚，一直都是韩父一个人将韩天浩养大。可如今在同学和老师的面前，韩天浩自然是没办法说出爸妈离异的事情。班主任看韩天浩不说话，有些无奈。韩天浩，你的成绩下降这么多，不管你家长忙不忙，中午都必须过来一趟。说完，班主任便开始布置暑假的作业，没有给韩天浩推脱的机会。韩天浩一想到自己的司机父亲要来到学校，心里就忐忑不安。如果让班里的同学都知道，一定会露馅。中午，其他的同学都已经收拾书包回家过暑假，而周凯几个却留了下来。叶语嫣更是守在韩天浩的身边，这让韩天浩很是心急。韩天浩通知韩父来学校的时间是12点半啊，就是想等叶语嫣和班里的学生都走了以后，不被人发现自己父亲的身份。可没想到叶语嫣因为担心他，所以执意要等班主任对他的训话结束后再离开。而周凯他们几个也是同样的理由，所以想留下来安慰韩天浩。只不过他们不会想到，韩天浩现在并不需要安慰，有的只是需要他们快点离开这里，否则他的弥天大谎就掩盖不住了。我故意慢吞吞地收拾自己课桌里的练习题。门外的叶清冉见就只有叶语嫣他们几个，便走了进来。叶清冉走到了我的身侧，准备帮我一起收拾书包。我却按住了叶清冉的手，给他使了个眼色。经过这阵子在顾家的相处，叶清冉很快明白我想要做什么，他干脆拉了把椅子坐在了一旁。你今天不是说有道题不会吗？我现在教你。我正愁找不到什么借口留在教室看戏，见叶清冉给了自己这么合适的一个理由，我很快便拿出了练习题，随便指了一道。就是这道题。叶清冉拿过课本，慢悠悠地看着，而坐在不远处的韩天浩早就已经心急如焚。叶语嫣和周凯他们没有走就算了，怎么顾宇和叶清冉也留下来了？看着教室里的指针已经指到了3，韩天浩终于按捺不住情绪开口。雨嫣、周凯，你们先回家吧，我自己一个人可以。不行，我在这里陪着你。如果姓李的那个老太婆敢欺负你，我跟她没完。是啊，天浩，我们都在呢，你别害怕。不过就成绩下滑了点而已，至于请家长吗？见周凯几个都不走，韩天浩只能先劝说叶语嫣。雨嫣，你还是先走吧，我爸爸不支持我早恋，我怕到时候我爸爸看见你会生气的。好，那你回家之后记得给我发消息。韩天浩点了点头，他此刻巴不得叶语嫣快点离开。临走的时候，叶语嫣还不放心的让周凯几个照顾好韩天浩。看着叶语嫣对韩天浩的关怀，周凯几个人的脸上都是羡慕之色。而周凯见我在前面做题，一副没听见的样子，便故意开口：叶小姐对我们天浩可真好，我听说叶小姐已经在筹备求婚的事情了。天浩，你们韩家可是大企业，你们毕业怕是就要订婚了吧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叶小姐这么爱你，肯定不舍得放你一个人出国留学，没准叶家真的会先去韩家提亲呢。就是我们天浩长得帅气，性格又好，还是韩家的少爷，和叶小姐最般配了。叶小姐怎么舍得放我们天浩一个人去留学？将来一定会陪你一起去的。看着众人一脸期盼的样子，韩天浩也仿佛看到了将来自己入赘豪门的样子。我听到这些，心中不免冷笑。高中毕业之后的第3年，有一次高中同学聚会，那个时候韩天浩已经留洋归来，而且和一个外国的富婆在一起了。2个人很快订婚，叶语嫣也在场。听到韩天浩订婚的消息，叶语嫣并没有顾及我的颜面，当时就红了眼，更是追着韩天浩出去，想要和他单独谈话。而那时我已经是叶语嫣的丈夫。因为叶语嫣这个举动，让我在同学聚会中出尽洋相。后来叶家越做越大，叶语嫣也成为了临城数1数2的商业老总。也正是那个时候，韩天浩的妻子生意失败跳楼自杀，他这才回国和叶语嫣再续前缘。而叶语嫣也为了和我顺利离婚，将我关入了精神病院。想到前世的种种，我原本手中的铅笔突然折断。叶清冉看着我的样子沉默不语，而我的动静也引起了周凯等人的注意。
怎么，有人听不进去了啊？我们天昊就是富贵命，顾玉你也别眼红，下辈子你要是也生在有钱人家里，没准叶小姐会看上你。周围人丝毫不掩饰对我的嘲笑，而叶清染却忍不下，他直接起身走到了周凯的面前，一脚踹在了周凯的书桌上。刚才那几个哄闹的同学顿时不敢说话了。就在此时，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在教室外响起：“这里是一班吗？”来的中年男人大约40多岁，身材匀称，长得有些苍老，而且头发也白了几根，身上穿着司机的打扮，脚下的一双运动鞋已经有些破了。那双手更是粗糙，我如果没猜错，眼前的人就是韩天昊的父亲。韩天昊没想到韩父这么快就来了，还没等他想好措辞，一旁的周凯就疑惑地开口：“你是谁啊？”其他的同学无一不打量着韩父。韩父憨厚地笑了笑：“我是韩，是我们家的司机。”韩天昊几乎是慌乱之下脱口而出，他慌张地走到了韩父的身边，在韩父疑虑的眼神下，他开口：“爸爸忙没时间，所以让我家司机过来。”原来是韩家的司机啊！我说韩总不会穿成这样。也对，天昊的爸爸可是韩氏集团的总裁，每天都日理万机，怎么可能抽空来学校嘛？周凯和其他的同学你一言我一语，让韩天昊笑得十分尴尬。而身侧的韩父显然明白了自己儿子在同学面前说大话，冒充韩家的少爷。他拽了拽韩天昊：“天昊，你怎么能……放肆！谁允许你叫我的名字？你不过就是我们韩家的一个司机，再敢对我不敬，就把你赶出韩家。就是说，一个小小的司机也敢对老板的儿子拉拉扯扯的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。”韩父的脸色难看，而韩天昊生怕再待下去会将他不是韩家少爷的身份说出来，他立刻推攘着韩父：“老师就在办公室等着你，还不快点去！”看自己的儿子神色着急，韩父就知道儿子怕被班级里同学戳破身份。他虽然是不满意韩天昊的做法，但为了儿子在学校里面能够过得好一点，也就点头哈腰的走开了。周凯不满的开口：“天昊，你家的这个司机也太不懂规矩了。”一定是看自己在韩家当司机的时间久，所以倚老卖老。韩天昊听着周围同学对自己父亲的鄙夷和不屑，笑得十分牵强。而就在一旁假装做题的我，脸上露出了吃瓜的笑容。你笑什么？好玩啊！哪里好玩？你不懂，不过我估计将来你就能懂了。看着韩天昊怕被拆穿身份时着急的表情，我的心里觉得无比畅快。也不知道将来韩天昊的谎言被戳破时，他要怎么收场。半个小时过去，韩父黑着脸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。韩天昊在看到韩父的表情时，他的脸色都白了。但是周凯他们还在自己的身边，韩天昊只能够强撑着镇定，走到了韩父的面前。事情都谈完了吧？谈完了就快带点走。他此刻着急的想要将韩父带走，而班级里的周凯竟在这个时候主动上前。司机叔叔，我们天昊只是这次没有考好而已，在你老板的面前，你应该知道怎么说吧？韩父没说话，周凯以为韩父不识抬举，便立刻开口：“叶小姐吩咐我们要好好照顾天昊，你要是敢把这件事情说出去，别说是我们，就连叶小姐也不会放过你。”周凯自以为威胁到位，而在班级里的我却差点没忍住笑出了声音。这下好了，不仅成绩下滑找了家长。韩天昊此刻有苦说不出，他连忙推让着韩父向前走。好了，我着急回家，你赶快去开车。此刻韩父已经是强忍着怒火，他一把推开了韩天昊，抬手就是一巴掌。这一巴掌打得韩天昊半边脸火辣辣的疼。周凯当下就怒了：“你疯了！我们天昊是少爷，你不过就是个司机，谁给你的胆子对天昊动手？就凭我是……够了！”韩父猝不及防，整个人连连后退了好几步。韩天昊高傲地抬起了下巴，语气里都是威胁：“这里是学校，你当着这么多同学的面也敢动手？我知道我爸给了你动手的权利，但你不过就是我们韩家的一个司机，别以为你能真的我知道我爸给了你动手的权利，但你不过就是我们韩家的一个司机，别以为你能真的教训我，还不赶快去开你的车？还想在这里让别人看我们韩家的笑话吗？”韩天昊的每句话都是在提醒韩父这里是学校，周围还有同学。见状，韩父即便是满腔怒火，也只能愤愤地甩袖离开。教室内，我伸长着脖子想要看看外面的情况，叶清染却将我的练习题全都收到了书包里。等我回过神来，才发现桌子上早就已经干净整洁。叶清染敲了一下我的头：“戏看够了，回家吧。”我俩一前一后走出了教室。暑假来临，叶清染为了我特地制定了暑假计划表。经过之前2个多月的努力，我已经成功瘦到回了130斤。暑假是最好的冲刺阶段。8月，眼见暑假就要接近尾声，这天班级群里突然热闹了起来。我看到班级里韩天昊热情地邀请众人到避暑山庄去避暑，众人听说可以去避暑山庄，纷纷来了兴趣。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，我不由得勾起了唇角。看来是韩天昊害怕上次韩父去学校的事情让同学怀疑他的身份，所以特地找了个机会证明自己是韩家的少爷。而且他用词巧妙，只说邀请大家去避暑山庄去避暑，却没有言明避暑山庄是他家的，这就避免了之后很多的麻烦。我在床上翻了个身，言明避暑山庄是他家的，这就避免了之后很多的麻烦。我在床上翻了个身，跑到了隔壁叶清染的房间。我没有敲门，当推开门的时候，叶清染正坐靠在窗前读书。我笑嘻嘻地问：“叶清源，后天有空吗？
有事。我们班里的韩天浩说要请班级里的同学虚数山庄部署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？听到韩天浩这3个字的时候，原本叶清然脸上的笑意消失不见。不去。真不去？有好戏看。我还不是 A 班的人，你去吧，路上小心一点。见叶清染没兴趣，我也就不再勉强。就在我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，叶清染突然开口：“把地址给我。”你反悔了啊？不是，如果太晚了，我好麻烦李叔去接你。闻言，我点了点头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拉着叶清染一起去看好戏，没想到他是一点兴趣也没有。那就只能我自己去看戏了。眼见到了后天，避暑山庄在城郊的山里，说是山庄，其实就是一个带着院子的大别墅。此时班级里其他的同学早就已经到场，而韩天浩身上穿着日常的家居服，仿佛长期住在这里一样。邀请同学们进到了客厅，大家随便坐，别客气。周凯等人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别墅，一时间都惊得说不出话。天浩，你家好大啊！是啊，天浩，你们平常不住在这里吗？这也太奢侈了。众人惊叹连连。A 班虽然好多家里都是有钱人，但顶多住高档公寓和郊区的小别墅，和韩家比却还是差得太远了。韩天浩笑而不语，没说什么。对了，天浩，叶小姐呢？叶小姐怎么没有陪你一起来啊？韩天浩双手插兜，语言一会儿就过来，咱们大家先玩吧。人齐了吗？我怎么感觉还差一个人？是顾瑜吧？顾瑜还没过来，是没脸过来了吧？那可不一定，人家可是喜欢了叶小姐2年，怎么可能放过任何一个靠近叶小姐的机会？周围对我的嘲笑声此起彼伏。就在此时，院子外面的门铃声响了起来。周凯第一个起身，一定是叶小姐到了，我去开门。周凯主动去开门，却在打开门的一瞬间看到了一个气质出众的帅哥。周凯一愣，你是哪位？我是顾宇。顾宇？韩天浩闻声走了过来。周凯，你怎么这么慢啊？虽然说周凯是他最好的朋友，但是他也害怕对方敲他的墙角。可当韩天浩走过来的时候，却抬眼看到了我那张帅气的脸。见状，他愣了愣，一时间没认出来眼前的人是谁。我主动开口：天浩，这么快就把我忘了？看着眼前的我，韩天浩脸上的笑容瞬间僵硬住了。我朝里面望了望，怎么不欢迎我进去吗？见韩天浩和周凯2个人都不说话，我干脆自顾自地推着行李箱走了进来。等到韩天浩和周凯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走到了客厅内。班里的女生刚才还在说笑，可一抬头却看见了一个帅哥推着行李箱走了进来。几个女生差点没有看傻眼，他们班什么时候来了一个这么好看的帅哥？韩天浩追着跑了进来。顾宇，你……众人见韩天浩喊眼前的这个帅哥顾宇，便有人诧异：你说这是顾宇？开什么玩笑啊？他怎么可能是顾宇？班里的同学本来都不信，但是仔细端倪着我那张脸之后，却发现我的五官和从前依稀相似。顾宇真的是顾宇！众人见到我减肥成功，一个个脸上都露出了惊艳之色。全场只有韩天浩的脸色不好看，他没想到才1个暑假的时间，我就减肥成功了。如果让叶雨嫣看到顾逸这个样子，那她会不会也对顾逸另眼相看？大家好久不见了，前阵子我爸妈出差，我特地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礼物，希望大家喜欢。说着，我便打开了行李箱，只见行李箱里面堆满了进口的手表、昂贵的电子产品，还有一些精致的品牌首饰。当班里的同学看到这些之后，几乎是直接跑了上来。我去，这可是高档品牌的手表！顾逸，你爸妈去国外出的差？这个手链不是限定款吗？我听说很贵的，还有这个游戏机要好几千呢。全然不记得今天是韩天浩做东。看着满行李箱价值6位数的东西，韩天浩的脸色更加难看。我看向韩天浩和周凯，天浩、周凯，你们也来挑一件吧。周凯刚才看到行李箱里的东西时，一双眼睛都放光了。可是很快他就想到，之前韩天浩说我的爸爸不过是个司机，家里根本没多少钱，怎么可能出差一趟就带回这么昂贵的礼品？周凯不屑一顾地开口：有什么可挑的？反正都是高仿的吧。周凯，人家顾惜一番好意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一看就是正品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上面还有外纹和还有防伪标识呢。周凯，你不要可别污蔑人啊！大家变脸得很快，周凯被说得有些心动了，而我早已经坐在了一旁的沙发上，看着众人开心的挑选礼物。见韩天浩迟迟不上前，我便笑着开口：天浩，这避暑山庄是你们家的吗？看上去好大呀！我看似简单的一句问话，却让韩天浩骑虎难下，因为这避暑山庄根本不是他的，只不过是韩家平常不常来的别墅。这一次他能拿到钥匙，纯粹是因为韩家全家出国游玩，他让自己的司机老爸托家里保姆的关系借来的钥匙。可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韩天浩一个人的身上，看着我送来了大把的昂贵礼品，韩天浩这才硬着头皮开口：是啊，是我家的。这么大的别墅，怎么一个保姆也没有啊？我接下来的问题让韩天浩一时没法作答，能够有这个别墅的钥匙就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他去哪儿再找个保姆？其他的同学也觉得奇怪。是啊，天浩，不仅没有保姆，也没有保安，平常这么大的别墅是谁来打理的？韩天浩急中生智，这是因为大家要过来玩，我就让他们都回家了，我怕他们打扰我们大家的兴致。见韩天浩找到了借口，我便故作为难的开口：
可是我们可都还饿着肚子呢，没有保姆的话，谁来给我们做饭？当然是我亲自下厨来招待大家了。韩天浩对自己的厨艺还是很满意的，见大家都没什么意见，我咪笑着继续开口。天浩亲自下厨，那真是再好不过了。我听说像是韩家这样的大企业，家里天天都吃海参鲍鱼，还有进口的和牛，还有鹅肝，我早就想要尝一尝了。天浩，我们大老远的来一趟，你应该都给我们准备了吧？海参、鲍鱼、和牛、鹅肝这些自己去哪儿准备？没等韩天浩开口，其他的同学便起哄。是啊，天浩，故意都给我们准备这么多的小礼品了，我们也想尝尝那些山珍海味，你该不会舍不得吧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们天浩可是韩家大少爷，一顿饭而已，怎么可能会舍不得？又不是什么稀罕东西，对吧，天浩？闻言，韩天浩的脸色白了下去。这次他就准备了一些烤串，想着晚上的时候在户外用炉子炭烤。可如今我一下子将他捧得这么高，他要怎么开口？见韩天浩不说话，我干脆站了起来。天浩肯定给我们准备了，让我去看看厨房里都准备了什么好东西。说着，我便朝着厨房那边走。韩天浩见状，立刻阻拦住了我。他扯动了一下嘴角：“大家大老远过来，我当然准备好了。不过食材都还在路上，既然要吃，当然要吃最新鲜的，大家说是吧？”周围的同学见真的有大餐，纷纷点头。我却挑了挑眉头：深山里面哪来的新鲜海鲜？韩天浩明显就是没准备，我倒要看看一会儿韩天浩要怎么收场。韩天浩趁着众人不注意的时候，走到了院子外面，快速的拨打了叶雨嫣的电话。电话那边叶雨嫣的语气有些烦闷：“什么事？雨嫣，你一会儿过来的时候，能不能帮我带点鲍鱼、海参之类的？”鲍鱼、海参食材你没准备吗？大家突然说想吃鲍鱼、海参，还有和牛、鹅肝，我不知道去哪里找，所以……叶雨嫣沉默了片刻，我去想办法。闻言，韩天浩的眼中划过一丝欣喜：“谢谢你，雨嫣，要是没有你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”韩天浩一心只想赶快打消大家的疑虑，完全没有注意到叶雨嫣情绪上的异常。而不远处，我靠在了门边，看着院子里偷偷给叶雨嫣打电话的韩天浩，不由得挑眉一笑。我还以为韩天浩想到了什么好办法，原来是求助叶雨嫣。现在不一样了，顾氏撤资，叶家岌岌可危，叶家已经没有那么多钱支撑叶雨嫣养韩天宇。此时我的手机响了起来，看到来电显示，我微微勾起了唇角。没想到老天爷都在帮我。我点接听电话：“小吴，你今天有空吗？”叶阿姨，找我有事吗？阿姨怪想你的，今天阿姨想请你吃个饭，你看能不能来家里坐坐？听着叶母的语气，阿姨想请你吃个饭，你看能不能来家里坐坐？听着叶母的语气，我便知道叶母的小心思。我看了一眼还在院子里等待叶雨嫣的韩天浩。叶雨嫣也在吗？当然在了，雨嫣也很想你，之前她冒犯了你，心里一直都过意不去。今天阿姨让她给你赔礼道歉。这样啊，好啊，那我们一会儿见。一会儿？是啊，我晚上有点别的事情，吃饭就定在中午吧，我一会儿就到。怎么，阿姨为难吗？那要不就算了吧。不为难，一点也不为难。那阿姨这就给你做饭，等你过来。好，我挂断了电话，心中不由得冷笑。叶母一向是爱财如命，最会耍小心思。这次急忙叫我过去，一定是叶家出了大事。我也不着急，转头就回到了客厅。眼见已经快12点，众人的肚子都饿了。韩天浩还眼巴巴地望着外面，等着叶雨嫣来给他送食材。终于有人忍不住开口：“天浩，我都要饿死了，咱们什么时候能开饭啊？”是啊，这都要12点了，我们还能吃上大餐吗？周围已经有人开始抱怨，韩天浩忙安抚：“快了，肯定快了，我再去打电话问问。”韩天浩掏出了手机，立刻拨打了叶雨嫣的电话，但是电话那边一直占线，根本没有人接听。见状，韩天浩的脸色难看了几分。我看时机差不多了，便起身笑了笑。我看应该是来不了了吧，我家里还有点事儿，就先走了。你们玩得开心。我的话直接让其他同学的心情躁动了起来。他们已经在这里待了好几个小时，却连一口热茶也没有。韩天浩想要拦住我，但我已经提起行李箱，和其他同学挥手作别。此时门外一辆豪车停靠，众人以为是午饭终于来了，却没想到打开车门的是叶清然。叶清然举着遮阳伞走到了我的面前，阳光之下，叶清然和我好像最完美的一对。班里的同学纷纷张望着，叶清完怎么会亲自来接顾鱼？难道两个人谈恋爱了？不知道，不过我看顾鱼家里这个条件也不像贫困生。怎么可能是贫困生？顾鱼随手一个手表送的都是5位数，好不好？周围同学的议论声此起彼伏，这次连周凯都有点怀疑我的身份，感觉顾宇不像是司机家的儿子啊。天浩，你该不会是了解错了吧？是啊，仔细一看，这个顾宇瘦下来还挺帅的呢。什么叫挺帅？是非常帅，好不好？几个同学叽叽喳喳的声音让韩天浩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低头看了一眼手机，不明白为什么叶雨嫣不接自己的电话，却全然不知道此刻叶家内叶雨嫣正坐在客厅看着桌面上的电话，桌面上的手机。叶母已经不知道热了第几回饭菜，她冷着脸开口：“一会儿小旭过来，你给我端正好你的态度，只有顾惜才该是咱们叶家的女婿。”叶母一把拿过了叶雨嫣桌子上的手机，又看了一眼她偷偷从家里顺走的那些龙虾、鲍鱼、海参，冷冷开口：“你那个小男朋友最好快点给我分了。”闻言，叶雨嫣的脸色阴沉：“不许你这么说他！什么好男孩，不过是看在咱们家有钱，所以想攀高枝儿。这样的男人我见多了，也就只有你才会喜欢那种人。咱们家现在已经是穷途末路了，
顾家撤资，你爸爸的产业马上就要保不住。你要是还想做这个叶家大小姐，就给我好好讨好顾意，趁早嫁给他才是正经。就在叶母教训叶雨嫣的时候，门外传来了敲门声。叶母连忙摆正好了姿态，扬起笑脸走到了大门前。可谁知打开门之后，看到的不是我，而是父亲身边的秘书。你是叶夫人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们家大少爷临时有事来不了了，所以特地让我来和您说一声。什么来不了？听到我来不了了，叶雨嫣的怒火一瞬间被点燃。我们在家里等了说一声。什么来不了？听到我来不了了，叶雨嫣的怒火一瞬间被点燃。我们在家里等了几个小时，饭菜都热了3遍。过了约定的时间这么久，顾爷却只派来一个管家说他来不了了，这分明就是故意耍我们。叶雨嫣站了起来，直接冲出了叶家。叶雨嫣，你干什么去？赶紧回来！叶雨嫣没有理会叶母，而是上了车，一脚油门踩到了底，直奔着顾家开去。此刻我和叶清冉正在家里吃着午饭，门外便传来了叶雨嫣的叫喊声：“顾源，你给我开门！”父母此刻都去上班，家里就只有我和叶清冉2个人。我走到窗前，看了一眼在顾家别墅外怒气冲冲的叶雨嫣，不由得挑眉笑了笑。我清楚地记得前世叶家得势，顾家第一个被叶家针对，导致顾家的生意一落千丈。当时爸妈想要约见叶雨嫣，却被他拒之门外的场景，现在他也算是体验了一回上辈子我爸妈所受的轻视侮辱。顾源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快给我开门！叶雨嫣怒极，而客厅内的叶清冉已经走到了座机旁，一剑呼叫了顾家的保安。有人来闹事，麻烦把人赶走。他挂断了电话，继续坐回餐桌，坐下吃饭吧。我望向窗外，见顾家的2名保安已经钳制住了叶雨嫣的双臂。叶雨嫣虽然奋力抵抗，但还是被推攘到了地上。保安不耐烦地开口：“走走走，赶紧走，别在这里找麻烦。”我找顾源，让顾源出来见我。还不走？再不走我们报警了。叶雨嫣什么时候吃过这种瘪？当下脸色难看。我是叶家的大小姐，谁给你们的胆子让你们这么对我？叶家连给我们顾家提鞋都不配，况且你们家都要破产了，你不知道吗？还小姐，我看再过几天该去喝西北风了吧。叶家的事情早就已经在圈子里面传开，他们这些在别墅区工作的保安几乎全都知道了。叶雨嫣的脸色阴冷：“你胡说八道什么？”看样子叶小姐还不知道啊，叶家之前在外面欠了不少债，好多合作项目如果不是我们顾总撑着，怕是早就要破产了。你们叶家忘恩负义在先，竟然还有脸来找我们大少爷，我们把你赶出去就已经是给你面子了。保安的话像是将叶雨嫣的自尊按在地上碾压。他想到今天叶母对他说叶家已经穷途末路的话，他原本以为那不过是叶母想要让他嫁给我，所以故意将家里的情况说得严重，却没想到这都是真的。我劝你还是省省力气，与其来找我们大少爷，倒不如想想怎么保住你这个叶家大小姐的位置吧。说完，2个保安便重重地关上了顾家院外的铁门。叶雨嫣攥紧了拳头，好一个顾宇，好一个顾家，竟然把事情做得这么绝。叶雨嫣愤愤不平地上车离开，看着他开着车扬长而去的背影，我心里油然而生一股畅快。就这点程度的羞辱便受不了了，接下来难熬的日子还在后面呢。傍晚父母回来的时候，这个叶雨嫣竟然还有脸来咱们家闹事！我在一旁宽慰：“爸，你别生气，你要是不高兴的话，下次咱们就在家门口挂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‘叶雨嫣与狗不得入内’。”闻言，父亲的脸色才缓和了一些。你这小子就知道胡闹。不过这叶家也实在是太不像话了，他们怎么能这样？唉，亏自己从前对叶雨嫣还很好，可叶雨嫣竟然是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我见情绪都酝酿的差不多了，便开口询问：“爸妈，我记得之前叶叔叔参股了咱们顾家的股份，咱们顾家也在叶家有股份，是不是？”“是有这么回事。”“我听我们班的同学说，叶家最近很是困难，我想着反正咱们2家的关系也断了，不如联系律师把叶家手中握着的顾氏股份买回来，也算是救济他们。不过相对的，咱们顾家在叶氏的股份也要让他们退回来。”我很清楚自己老爸心软，虽然现在老爸能够铁了心不接济叶氏，难免之后不会有所动容，再加上以叶家拥有的顾氏股份，叶家每个月都能够分到8位数的分红，这无疑是给了叶家喘息的机会。我要的是他们叶家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，是要他们叶家也尝一尝一贫如洗的滋味。父亲果然仔细地考虑了一番。你说的对，反正2家也没有关系了，公司上的事情总要清算一下。见父亲答应，我心中的一块石头也算是放了下来。将来叶家出事，我总不能让老爸在叶家的投资净亏，如今能把股份钱退回来，也算是及时止损，更能够和叶氏更好的撇清关系。更何况我记得前世叶家的危机可不仅仅是破产这么简单，更多的是负债。只不过那个时候我已经娶了叶雨嫣，顾家和叶家又互有股份，顾家不得不大出血帮叶家渡过难关。这辈子叶雨嫣怕是就只能够靠自己了。饭桌上，叶清冉一直一言不发，我注意到他的情绪有些沉闷，平日里他很少会露出这样的表情。叶清冉，你不高兴了？你很关心叶家，关心叶家，关心叶家。某种意义上说来，我倒是的确挺关心的。只不过我关心的是叶家什么时候破产，叶雨嫣什么时候一败涂地。只是我不能将内心的想法宣之于口。我不解地看着他，怎么突然这么说？你是在关心叶家，还是在关心叶雨嫣？看着叶清冉认真的样子，我突然笑了出来。
我不关心叶家，我也不关心叶雨嫣，我关心的是咱们顾家不要受牵连，不会被坑钱。你放心吧，我知道叶家从前对你不好，我更不可能去可怜他们。叶青荣，我始终是站在你这边的。听到我的话，叶清然一怔，过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。你始终站在我这边。是啊，那叶玉嫣怎么办？他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之前很喜欢他。你都说了，那是之前，人总是要向前看。我之前是喜欢过他，但是现在不喜欢了。那你现在喜欢谁？我喜欢我的家人，还有我自己。就在叶清然脸下眉眼的时候，我走到了叶清然的面前，拉住了他的那只手。当然了，你也是我的家人。一句话，叶清冉突然觉得自己的心脏漏了一拍。家人可自己不想做他的家人。与此同时，避暑山庄内，韩天昊正在一个人收拾残局。不仅同学们在下午的时候就都走了，而且因为叶雨嫣的爽约，让他在众人的面前很没有面子。连周凯也在晚上借口离开。韩天昊越想越难受，掏出手机不死心的继续给叶雨嫣打电话。和之前不一样的是，这一次叶雨嫣接听了电话。天昊。韩天昊没有听出叶梦瑶语气里的疲惫，而是生气的开口：叶梦瑶，你一整天都没有接我电话，你到底干什么去了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让我在咱们班同学的面前丢尽了脸面？但是这一次，电话那边的叶雨嫣却迟迟都没有开口说话。韩天昊的心里咯噔一声，意识到情况不对之后，他立刻收敛好了自己的情绪。雨嫣，对不起，是我太生气了，我不是真的要和你分手，你没事吧？对面沉默良久，才终于传来了叶雨嫣疲累的声音。天昊，我们还是冷静几天吧。电话那边叶雨嫣挂断了电话，这让韩天昊的脸色瞬间难看了下去。这才一天的时间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第二天，叶雨嫣和韩天昊两个人吵架的消息就已经全班皆知。原本还在班级群里活跃的韩天昊，一整天都没有说话。我对于这样的结果并不吃惊，而此刻对于我来说，比起吃瓜更重要的还是学习。傍晚，父亲愁容满面的回到家里，母亲一脸的担忧。今天公司的事情不顺利吗？怎么愁眉苦脸的？今天叶家又上门想要见我给推拒了。昨晚小鱼说收股和退股的事，我还不知道要怎么和人家开口，毕竟也是10多年的交情了。前世叶母就是看明白了老爸心软这一点，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向顾家求助，到最后我们顾家要是不帮忙，反而落得个无情无义禽兽不如的名声。这时我主动开口：爸，要不这件事情让我和律师去谈吧。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退股收股？我也不小了，虽然我不懂退股收股，但是律师懂啊。我过去就是去劝说叶阿姨，让叶阿姨好把咱们的股份退回来，我保证绝对不胡闹。看着我认真的样子，父亲沉住了一口气。好，那你就是去试一试。好，那你就是去试一试。记得咱们亏一点也没关系，不要让人说咱们太不讲情义。闻言，我心中不由得自嘲一笑。我们顾家还不讲情义吗？这些年对叶家的帮衬也已经足够了，可叶家却是一群白眼狼，根本不配我们顾家这样厚待。这次我非要让叶家亏到连老婆本都没有了才算完。第二天，我主动带着律师上门。叶母正因为最近叶氏的股市崩盘而烦躁，当听到家里的门铃声响起后，还以为是催债的上门，她不耐烦地打开了家门。大早上起来就敲门，我不是说了钱会还上的吗？叶母的话音刚落，抬头便看见了眼前的我。你是叶阿姨，我是顾玉。见眼前的人是我，叶母的嘴巴似乎都合不上了。这才几个月的时间，从前那个胖子顾宇怎么变化这么大？小玉，真的是小玉。是我，上次有事耽误了，这次特地来登门拜访。叶阿姨，你不会生我的气吧？叶母笑得合不拢嘴。阿姨怎么会生你的气？快进门！小玉真是越来越帅气了，阿姨都差点没有认出来你。说着，叶母就热情地迎我进门。小雨，你这次来是找雨嫣的吗？我这就打电话让她回来，这孩子也不知道去哪儿玩了，一会儿我得好好说说他。叶母高兴地为我沏茶，阿姨不用麻烦了。玩了，一会儿我得好好说说他。叶母高兴地为我沏茶，阿姨不用麻烦了，我这一次过来不是找叶雨嫣的，而是找阿姨您的。找我？我看了一眼身侧的律师，这位是我们顾氏的律师，这一次过来就是和您商谈收购股份的事情。收购股份？叶母的心里漏了一拍，生怕我要抢他们叶家的钱。我爸爸听说最近叶氏很紧张，联想到之前叶氏还在顾家有股份，所以特地喊了律师过来，把叶氏在顾家的股份高价收购，也顺便帮叶氏渡过难关。我的话说得好听，但是话外的意思就是要做切割。叶母的心里犹豫啊。现在叶家的确是欠了不少的钱，如果不能够及时还钱的话，怕是叶家这栋房子就要被拍卖了。可是如果交出了顾氏的股份，那自家以后可就一点收入都没有了。叶母放低了姿态，小鱼，既然你提到这件事情了，阿姨也正好要求求你。雨嫣的爸爸去世之后，多亏了你们顾家的照顾，可如今我们叶家真是最难的时候，不知道顾大哥愿不愿意伸出援手，向我们接一些款项。我保证，要是叶氏好起来了，一定第一时间还上钱。你们家在叶氏也有股份，叶氏有钱了，以后给顾家的分红也能更多啊。看着叶母一脸诚恳的样子，我不由得心中冷笑了一声。
阿姨，也能更多啊！看着叶母一脸诚恳的样子，我不由得心中冷笑了一声。阿姨，现在叶家需要多少钱渡过难关？见我问起，叶母立刻回答：还需要10个亿，就差10个亿，我们叶家就能够渡过难关。听到10个亿的时候，我故作为难。还要10个亿啊！叶母害怕我不答应，连忙握住了我的手。小区，你是个好孩子，顾大哥也是个好人，我们孤儿寡母的也实在是没有办法。要是没有这10个亿，怕是以后我们都要露宿街头了。叶母知道我和他爸爸一样心软，此刻更是声泪俱败地说着自己最近的苦楚。我知道是语言之前不识好歹，我已经教育过他了。你放心，阿姨的心里就只认小玉你一个女婿，将来你和语言结婚，你就是我的儿子，咱们叶顾两家还是一家人。听着叶母这些令人作呕的言论，我实在是没忍住抽回了手。阿姨，咱们之前都是一家人，说的什么话？不过10个亿也的确是一个大数目，我们顾家就算是有些钱，也不能一下子借出10个亿来。叶母有些慌了。那可怎么办啊？如果没有10个亿，再过几天那些要债的就要上门拍卖我们的房子了。我安抚着眼前的叶母。阿姨，您别着急，虽然我们拿不出这10个亿，不过您可以拿出来啊。我哪里来的10个亿？阿姨，您手里握着的是我们顾家5%的股份，虽然不多，但是市值怎么也有7、8亿呢。如今叶家缺钱，这5%的股份是能够每个月给些分红，可远水解不了近渴。念在咱们两家之前的情分上，我就自己做一个决定，用10个亿来收购叶氏手中的5%的顾氏股份，到时候我再让爸爸想办法把这5%的股份卖出去。虽然我们家亏了几个亿，但也算是能帮上叶家了。经过我这么一说，叶母突然有些心动，这可是平白无故多给了2、3个亿，这种好事怕是在外面再也遇不到了。这个顾大哥能答应吗？我爸爸最心软了，阿姨您交给我去说，一定能成。见叶母还是犹豫不决，不肯放开顾氏股份这块肥肉，我便继续开口：阿姨，我这也是为了你们好。我听说那些催债的手段很多，如果还不上钱，还会被剁手剁脚呢。听到剁手剁脚，叶母的脸色一白。那我这就把股份让出来，只是这钱大概什么时候能到账啊？阿姨别着急，我还有一件事，您可务必要答应我。什么事啊？阿姨，我爸爸可是给我带着任务过来的，我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，也请您把我们顾氏手中5%的叶氏股份收购回去。可是你们家要退股，我们现在也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的钱来啊！阿姨，我已经算过了，现在叶氏的股市大跌，股份的价值也降了大半。这个时候您把我们家这5%的叶氏股份收回去，自然最值当。将来等叶氏回暖了，也好再卖出去。阿姨，您仔细想想，之前我们家手中握着5%的叶氏股份，价值可是直奔10个亿呢。如今叶氏的股市大跌，这5%的叶氏股份也就值2个亿不到。这说来说去也是我们顾家亏了，而且我刚才收购股份可多补贴了您3个亿。您总不能连这点小忙都不帮我吧？叶母被我这一番算账算得有些糊涂。她虽然是个人精，但是在管理公司这上面就太没有经验，所以才会被我牵着鼻子走。说的也是，这个忙我得帮，不然也太没良心了。如果说退掉顾氏股份，叶母有些迟疑，但是收购回他们叶氏在顾家的股份，叶母可求之不得。毕竟这股份将来还能够转手再卖出去，也是一笔钱，他们还不用每个月再给顾家分红。叶母拍了拍我的手，我这就去拿私章，还有当初的股份协议。好孩子，你在这里等等我。我笑着点了点头。在叶母离开后的1秒，我敛去了方才的笑容，不紧不慢地喝了口茶。顾先生，律师刚想要开口询问，却被我眼神制止。律师这才没敢继续开口。很快，叶母便从卧室里面跑了出来，很快敲定了合同，拿到了当初顾叶两家的股份协议。我的脸上才总算是化开了笑容。这么一来，我们顾家总算是和叶家没有任何的牵扯了。小雨，那这个钱……阿姨放心，钱很快就会到账。不过我们事先可要说好了，叶家现在困难，我想这退回给我们顾氏的2个亿，叶家可能一时间也不太好拿得出手。听到这里，叶母也十分赞同的点了点头。所以我想了2个方案，第一个方案就是从我们退给叶家的10个亿中扣，第二个方案就是这2个亿叶家可以先欠着，我让律师去拟定个合同，随便找个叶氏同等价值的物品抵押就好。抵押就抵押吧。叶母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第2个方案，这正中我的下怀。那好，我看向了身后拿着笔记本电脑的律师。按照我们刚才商定的合同拟好了吗？已经拟好了。律师将电脑上刚刚写出来的合同摆在了我和叶母的面前。打印出来吧，叶阿姨要是看着没问题，咱们今天就签下，这样我们也好尽快给叶家打款。闻言，叶母连连点头。她本来不懂看什么合同，不过只要知道合同上面的条款对他们叶家有利就好。我在一旁不紧不慢地喝着茶，见叶母仔细看过后，盖了章签了字，脸上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叶阿姨，我看这抵押就用叶家在市中心的5处房子和3辆车子吧，只不过感觉还差了些，这可难办了。见我犯难，叶母生怕我反悔开口。我这里还有一点压箱底的珠宝首饰，也都是价值不菲，少说2000万也是有的。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拿过来。闻言，我点了点头。要是这样，估计也就够了。王律师，麻烦你记一下。是，顾先生。王律师很快就将刚才叶母所说的这些全都写在了合同条款上。见叶母签字画押，我站了起来。等到时候盖了公章，我们会立刻给叶氏的账户打款。阿姨，那我可就先走了。这就走了？不等语言回来吃个晚饭吗？不了，多谢叶阿姨。说完，我便带着王律师离开了叶家的别墅。我怕在别墅里多待1秒，都会笑出声来。顾先生，
这么做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这么长时间来，我们接济了他们叶家多少钱？他们叶家也该还了。我的表情淡淡的。总之，我不会再让我们顾家做亏本的买卖，更不会让叶家白白占我们顾家的便宜。傍晚我回去的时候，父亲还在担心事情进展的不顺利，尤其是看见王律师欲言又止的神情之后，父亲更是叹了口气。说吧，亏了多少钱，让老爸心里有个底。赚了7个亿。赚了，还7个亿！王律师将今天和叶母签订的协议递到了父亲的面前，父亲半信半疑地打开了合同，让我看看你是怎么赚的7个亿。父亲本来没有当回事，打开合同之后越看越不对劲，最后还直接带上了老花镜，一脸惊讶。这些全都是你叶阿姨签的？是啊，她只要10个亿就跟我们做切割，不仅退了咱们顾家的股份，还把房子和车子都抵押给咱们了。老爸，合同上面白纸黑字写着，我还能骗不成？父亲不敢相信，他们顾家5%的股份，在外面随便转手就可以卖个15亿，可叶家不仅只要10个亿就把股份退回来，而且还做了这么多抵押，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。这抵押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爸，咱们家在叶氏不是有股份吗？那些股份的钱叶阿姨一时间掏不出来，所以我就和叶阿姨说，做一些同等价值的抵押，这样钱就可以先欠着。如果到了规定的时间没有办法拿出钱，这些抵押物也可以任由我们拍卖回本。听我说的话，父亲稍稍有些吃惊。之前叶家欠我们家的钱，顶多就是写个欠条，而且欠条上面也没有写还款日期。因为和叶家多年的好朋友，他也就没有在欠条上面太过较真。这小1年来的时间，叶家已经欠了我们几千万了，而他们孤儿寡母，每次都以没有能力偿还而推脱。父亲没想到这一次我竟然能够说服叶母签上抵押合同。一旁的母亲开口：不过叶家现在的股市大跌，5%的股份也值不了那么多的钱，他怎么会签上这么多的抵押物？妈，叶家之前好歹也是高门大户，叶阿姨也不是很懂金融经济，自然不知道股市的情况。我多抬举了2句叶家，叶阿姨也就答应了。可是这会不会不太好啊？有什么不好的？叶家这1年来欠了咱们不少的钱，他们母女也没有要还的意思。今天叶阿姨还给我看了她的那些珠宝首饰，少说也有几千万，可见他们不是没有钱还，而是不想还。再者，现在都知道叶家欠了债，我们愿意出钱给他们还债，也是我们仁至义尽。我看着眼前的父母严肃开口：爸妈，我们做生意是要讲情义，可是如果对方根本不领情，我们也不用太心软。我不会忘记前世叶家是怎么对他们顾家的，这辈子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